5位哲学家的爱情观。叔本华，性爱就好像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魔鬼，他执意要把一切都颠倒过来，弄成混乱的一团糟。叔本华，这位以悲观主义闻名的哲学家，认为人生本质上充满痛苦，为了逃避这种痛苦，他主张彻底否认生命的意志，通过完全的禁欲来避免对世俗事物的迷恋。叔本华认为，性欲是生命意志最强烈的表现之一。一方面，性欲的不断增长使人始终在寻找满足的对象，欲望的折磨让人陷入痛苦。另一方面，尽管满足性欲能带来短暂的快感，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生殖冲动。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新一轮痛苦的开始，因此，叔本华认为，只有彻底根除性欲，才能真正摆脱生命意志的束缚。罗素，畏惧爱情就是畏惧生命，而畏惧生命的人离死亡已不远了。罗素经历了长达98年的人生，经历了4次婚姻，甚至在与第一任妻子分居期间有过不少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。罗素曾说，他一生的激情来源于3种情感：对爱情的渴望、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。由此可见，爱情在罗素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他认为，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，它的真谛在于包容对方的不完美，而非挑剔对方的缺点。康德，友谊主要的是崇高感的宣泄，而性爱则是优美感的宣泄。康德对爱情的理解不仅限于浪漫与激情，还延伸到了人性的深处，揭示了爱情的复杂和多层次。康德认为，爱情中不仅有激情和美感，还有理智和责任。尽管激情是短暂的，但通过相互依赖与支持，感情可以变得更为牢固和持久。康德选择了一生未娶，并非对爱情的否定，而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状态和能力的理性认知。他有自己的理由，我需要女人的时候，我却无力供养她，而当我能供养她时，我却再不需要她了。这反映了他一贯坚持的理性主义态度，即人应当在理智的指导下做出选择，而不是被情感左右。康德的观点让我们看到，爱情不仅仅是甜美的憧憬，还包含了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互相扶持的重要性的认知。正是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，使得爱情成为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牢固纽带。尼采，对女人的蔑视，你去女人那里吗？别忘了你的鞭子。尼采作为一位非理性主义者，以其对女性的蔑视言论而闻名。他一生中曾经历几次恋爱，但都未能成功。1866年，尼采对在莱比锡演出的女演员拉贝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，他写了许多情诗表达爱意，但却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这段初恋最终成为了一场单相思。1876年，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当语言学教授时，尼采爱上了荷兰少女玛蒂尔德，尽管他写了情书求爱，最终却被拒绝。1882年，在罗马旅居期间，尼采通过朋友认识了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，他对她一见倾心，并与她结伴旅行了5个月。莎乐美对尼采怀有深深的敬仰，将他视为人生导师，但他对尼采的感情只是精神层面的交流，而非爱情。在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影响下，莎乐美决定结束与尼采的关系。情感上的打击激发了尼采的创作灵感，他在1年内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作品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在这本书中，尼采通过一个老妇人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观点：你去女人那里吗？别忘了你的鞭子。海德格尔，拒绝不了的爱情。海德格尔曾说过，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极端的交互方式，
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不同的人，但每段爱情始终是两人之间的互动。他的妻子埃尔弗利德曾是他的学生，他们在弗莱堡大学的一次研讨课上相识，迅速坠入爱河，并曾被视为模范夫妻。然而1924年，一切发生了变化。这一年，海德格尔遇到了18岁的汉娜·阿伦特。阿伦特是一名求知欲强且充满灵性的女大学生，她选修了海德格尔的课，并被他的思想深深吸引。由于精神上的孤独，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深的崇拜之情，甚至有了为他献身的冲动。当时35岁的海德格尔已经结婚并育有2个孩子，但他被阿伦特的青春和魅力吸引，无法抑制对他的生理欲望。很快，他们发展出了一段师生恋，经历了一段激情四溢的时光。在这段关系中，海德格尔正在撰写《存在与时间》，并称阿伦特是他的灵感源泉。然而，到了1926年，海德格尔感受到婚外情带来的压力，不希望这段私情影响自己的事业，于是决定结束与阿伦特的关系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点赞加关注，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精彩分享。